大家好，我是张大哥。现在我们要进行的科目是这颗从高雄来的W116的280 SEL 的6缸分油盘的故障检测。我们首先来做一个1分钟的全油门的流量测试，来看看它经过40年以后，它的供油系统到底已经堵塞到什么样的情况 ？OK， 好，大哥打开电源，打开定时器，时间设定1分钟，好。开始，因为油箱是个污染源，就像我们楼上的水塔经过40年以后，如果不整修，它里面一定是有很多脏的东西1980到1990年代，这个宾士车引擎很耐用在使用上跑50万绝对没有问题。是供油系统呢，就会造成油箱的污染，造成我们的供油系统堵塞可能是全面的堵塞，或者是说部分小油道的堵塞，就会造成我们供油系统出力不平均有可能供油不足，造成引擎的温度过高。那 OK， 好，时间到关掉电源，关掉定时器。画面上由右到左分别是1、2、3、4、5、6缸。第一缸的出油量是150，第二缸145，第三缸150，第四缸150，第五缸150，第六缸150。标准的出油量应该在170、180。那这一次我们看下来，它出油倒是蛮平均的，都落在150左右。那这个代表它的这个大油道堵塞了使得我们的这个平均的供油都比正常的170、180少了差不多20ml左右大概就是少了15%左右经过大哥整修过之后，我们再来看看它的测试结果。这颗从高雄来的 W126的280 SEL 的6缸分油盘大哥已经整修完成了我们在整修之前看到它平均的出油量大概都落在150左右，那标准的应该在170、180。那我们来看看它的出油量经过整修过之后，是不是能够达到我们的要求？好，大哥打开电源，打开定时器，时间设定1分钟。好，开始。喉咙被噎到。标准的出油量应该在170到180之间。看看，
经过大哥整修过之后，它的出油量是不是能够达到我们的要求？好，时间到，关掉电源，关掉定时器。画面上由右到左分别是1、2、3、4、5、6缸。第一缸175，第二缸170，第三缸185，第四缸185，第五缸190，第六缸185。那平均都落在180左右。那厂方要求是15%的误差，我们这次看下来，它的误差大概在5%左右，是完全符合厂方的要求。现在我们要进行的科目是这颗从高雄来的 W126 280SEL 的6缸分油盘，它随车附过来的这个插压阀的故障测试。那我们都知道，这个插压阀它主要的功能是在作为冷车加浓的这个机制，也就是说，透过这个插头，引擎发动之后，这插头会供电，供电之后呢，就让我们的分油盘它的上下油室的压力差产生改变，那也就达到改变这个出油量的这个目的在未供电之前，也就是在冷车状态，它的压力大概应该会在2公升上下。那加热后之后，也就是说引擎发动这边开始供电，大概2分钟左右呢，它的压力应该会恢复到大概在4公斤左右。那这个分油盘它现在是故障的。它原因就是因为它堵塞了经过在40多年以后，它堵塞了，那大哥必须要做整修的这个动作。那我们来看它这个分油盘的故障状况，就是在还没有供电，冷车一发动，它的压力就已经达到的这整个系统的压力，也就是说大概在5.5 kg 左右，5.5公斤左右。好，我们来试试看。大哥来打开电源，现在的残压大概是在3公斤左右。好，大哥打开电源，我们看到它的压力缓缓的上升，目前大概在5.5公斤左右。5.5公斤，也就是我们看到5.5公斤，也就是说这个系统的供油压力这是不正确的。也就是说，如果说我们在加热的话，它压力也不会改变，因为它已经达到5.5公斤左右的这个系统供油压力，那就代表它没有办法达到冷车供油这个目的，因为它压力不会改变。等大哥把它整修过之后，我们来看看它的压力的变化。这个加热阀大哥已经整修完成了。我们在未整修之前呢，它一供电，汽油泵浦一启动，然后这里没有供电，也就是在冷车状态的时候呢，它的压力都已经到了5.5公斤左右。那当然它加热它不会再提升，因为它系统压力就是5.5公升。那正常的应该是在启动的时候，大概冷车启动。也就是说，等于它这里还没供电的时候，它压力应该大概2公斤左右。那加热完成大概2分钟，也就启动，引擎启动大概2分钟。好，这边它这边供电之后呢，就会在3.5左右，3.5公斤左右。我们来看看，大哥现在启动电源。我们看到它的压力大概在1.9公斤左右。好，那这是很正常的。等一下，大哥把这个插头插上去，大概2分钟左右，也就是引擎发动后开始供电2分钟左右，它压力应该会上升到
3.5公斤左右。我们先来看看这个供电大概拆压阀的供电大概在3分钟左右呢。我们来看看它现在拆压阀的压力大概在多少打开电源。我们看到它的压力大概在3.8左右，也就是说，它引擎发动之后，大概3分钟左右，它就达到了它的工作温度。这个时候呢，拆压阀，因为当然这里是持续在供电当中，引擎在发动，它就供电，压力就从原本还未供电，大概在2公斤左右，上升到3.8左右。借由这个压力差，达到我们改变供油量的目的，也就是说达到冷车加浓的功能。接着我们要进行的是这颗从高雄来的 W116的280 SEL 的6缸分油盘，整修过之后，10分钟的模拟怠速小油门的流量测试。OK， 大哥打开电源，打开定时器，时间设定10分钟。好，开始。由于这个阶段的测试长达10分钟，所以我们等时间接近的时候，我们再来看它的测试结果。目前我们进行的是这颗从高雄来的 W116的280 SEL 的6缸分油盘完修后的第2阶段，10分钟的模拟怠速小油门的流量测试。好，时间到，关闭电源，关闭定时器。画面上由右到左分别是1、2、3、4、5、6缸。第1缸175，第2缸170，第3缸170，第4缸170，第5缸170，第6缸175。厂方要求的误差是15%，我们这次看下来，它的误差大概在3%左右成绩算相当优秀。经过40年以后的车子，如果不报废还要继续开，我们必须要面临一个问题就是如果引擎很耐用，绝对没问题的话，那供油系统就会有堵塞的现象。那油箱就像我们的水塔是个污染源，里面会有。经过40年以后呢，里面会有汽油的胶质挥发掉以后留下来就胶质油箱的铁锈再来加油站的沙子，会造成我们的供油系统堵塞使得我们的供油不平均或是供油不足造成怠速不稳定，或者是说稀薄燃烧供油不足造成引擎高温经过这次整修之后呢，如果油箱不再污染的话，应该在使用20年应该不是问题。因为分油盘这个东西，它不是消耗件，它也没有旋转，也没有磨损的东西，它只是堵塞。经过在20年，我相信以它的整个结构来讲，它是不容易故障的。老车给大哥给大家一些建议。第一个，老车不怕开，老车就怕不常开，然后使得我们的活动件都生锈，或者是说故障卡住了再来，油箱是个污染源，我们希望油箱能够维持半桶油，让生锈的部分被汽油包覆就没有跟空气接触，就不容易生锈再来就是汽油泵浦旁边的汽油滤芯一定要跟机油滤芯同时更换，
避免我们的供油系统然后再被污染。油箱里面会有一个滤芯啊，那经过40年以后，这滤芯一定是卡满脏的东西，造成供油不足，油箱的汽油流不下来，汽油帮浦有再大的能力，也没有办法把汽油打到我们的供油系统，让我们的分油盘有足够的压力跟汽油量来工作。再来95的汽油是大哥建议的，因为老车难免会积碳95的汽油比92的汽油加1级因为积碳会造成压缩比变高，用95的汽油是最理想的有空跑高速公路，把气缸内的积碳表面的积碳能够把它清掉。那如果是陈年老碳，我们就不理它了，因为它只是会增加我们的压缩比我们加1级的汽油，用95汽油大概这个问题就可以克服了，也不需要去做清积碳的动作，或者是加汽油精简剂因为经过整修过之后，我们的供油系统是非常漂亮、非常完美的，也就是说完全没有堵塞所以说你今天可以把它当作新车的标准来使用它不建议加杂七杂八的我们不认识的东西。OK， 今天大哥的报告就到此结束，好，拜拜喽。